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脸长、褶子多、嘴巴凸，这7位男性看似很帅，实际越看越怪。娱乐圈作为闪光灯聚集的地方，从不缺俊男静女，能成为明星。一张出众的脸往往是很重要的因素，也是在圈里披荆斩棘的利器。但一些男明星的长相却是一个谜，乍一看很帅，可仔细看的时候会吓人一跳。一些不经意间露出的真容，也会让观众直呼被骗了。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些奇怪的男明星吧。邓为凭借《长相思》中的涂山璟一角而被人熟知，1.8米几的身高让他很是突出。而这个角色优异的设定也让邓为小火了一把，但他的一张脸，尤其是他那怪异的下巴，很是让人出戏，也遭受了来自观众和粉丝的吐槽。如果只是用普通人的身份评判邓为的话，他其实是称得上是帅哥的，尤其是他修长挺拔的身材，眼睛也很有神，脸部的轮廓也很迷人。但作为荧幕上的演员，一切的细节都会被无限放大，现在的屏幕尺寸越来越大，像素也越来越高清，脸上任何的瑕疵都会被观众看出来，而一些问题甚至会被放大。对于邓为来说，古装的他显得头身比例很不协调，瘦削的脸颊本是塑造古装人物的绝佳选择，但邓为高大的身躯却衬托邓为的头很小，有时候看着显得格格不入。其次，邓为的下巴是让观众诟病最多的地方。从一些角度来看，他的下巴显得太尖锐，特别是在笑的时候，整个脸就会很奇怪。还有他那挺拔的鼻子，和他精致的脸相比就很突兀，鼻翼有些肥大，中庭很长，让一部分看着就觉得脸部也不协调了。当然，这些小细节也不影响那些邓为的真爱粉对他的喜欢，只不过很大一部分中立的观众只觉得邓为长着一张随时会塌房的脸。程毅从出道以来就扮演着高冷仙尊的角色，一不流离让他迅速出圈，沉香如屑让他的人气再次飙升，清冷的气质让他制霸古装剧。然而换一个角度看程毅，就会发现他的剧中表现很依赖妆容，自身的先天条件比不是很出色。他凸嘴的问题在他的新作《莲华楼》中就体现得很明显，剧中都已经初见端倪了，现实中的生图更让程毅的颜值和气质下降了一大截。近期他在给新剧做宣传的时候，被拍的生图就显得他的下颌很宽大，凸嘴的情况也挺明显的。而且在他早期的作品中，程毅是有些驼背的，高海拔的身高一旦驼背，对气质也有很大的影响。而且程毅的凸嘴、颧骨突出、发达的咬肌这些小问题组合在一起的话，会让他的整张脸看起来很凶，富有攻击性。刘宇宁作为从普通人走进娱乐圈的标杆，其实他的身体条件是很出色的，尤其是他的大长腿。他的脸也是普通人里面的精品了，脸部的线条流畅，特殊的声线更是加分。但放在娱乐圈这个大环境下面，他的颜值就有点不够打了。在一些镜头和特写里面，他的眼睛和嘴巴就成为了他的劣势。眼睛有些偏小，而且缺少一些神采，他的嘴巴也有微微的凸起，使得他的颜值经不住细看。对刘宇宁最不友好的其实是他并不适合古装剧，妆容和服装都不适合他的气质，但他偏偏接了很多古装剧，让很多网友吐槽他的古装剧真的丑。刘宇宁的现代装扮还能让他具有摩登少年感，但他的古装的确被无数人吐槽油腻，且高大的身材在古装剧中成为了他的负担，让他整个人有些站不直，也显得臃肿和行动迟缓。长歌行中他和赵露思在一起，被网友吐槽最萌反差感的身高差。虽然人高马大很受女孩追捧，
但放在影视剧里面就会让观众很出戏。对于网上那些吐槽她颜值的人和话语，刘宇宁本人倒是看得很开。面对这些调侃，他直言道：“那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变得不丑呢？难道去整容？”刘宇宁觉得还是犯不上，他觉得对角色的塑造可以让人忽略颜值，所以他没有把重点放在颜值上。看来刘宇宁的心态还是很好的，到底是经历过平凡的人，不会被气到，情商也很高，难怪能从草根突破成明星。胡一天，当年的之我们单纯的小美好让胡一天获得了校园男神的称号，阳光的校服大男孩深受观众的喜欢。他一开始的角色定位做的还是很好的，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很好的扮演出了学生时代少年的清澈的愚蠢，而高大的身姿也让他扮演的高中生还原度很高。但他现代剧的优势在古装剧里面就凸显不出来了，因为古装剧特殊的发型和妆容要求，彻底暴露了胡一天凹陷的太阳穴和长长的脸型。他的大长脸真的太让观众出戏了，完全没有仙风道骨的气质，将现代剧中傻傻的气质带到古装剧，可就不太受欢迎了。有些剧中，他的八字刘海让他更显油腻。网友们纷纷吐槽他不适合古装，看来胡一天真的可以好好考虑一下以后的戏路了，别钻古装剧的牛角尖了。陈哲远在新剧偷偷藏不住中少年感十足，像个大学生一样，滤镜和人设让他的上镜颇有优势，小巧的脸型很受追捧。但除去影视的妆容和滤镜，就会发现他的五官算不上精致。鼻子偏大，嘴唇很厚，下巴也有些奇怪，这些在路人视角尤为明显。他的面部轮廓很不流畅，特别是他做一些表情的时候，面部肌肉就堆得一块一块的，极其的不协调。张凌赫凭借《苍兰诀》中的精彩表现，受到了网友和观众的一致好评，出众的扮相收获了一批粉丝和迷妹。但也有很多网友和观众表示张凌赫的生图太丑了，欣赏不来他的颜值，特别是他笑起来的样子，堪称恐怖。他的面部条件在无美颜和滤镜的条件下是不占优势的，消瘦的脸庞让他的整个面部显得崎岖不平。当他表情丰富的时候，脸上的褶子就会很明显，一条条沟壑让人瞬间感受不到他的青春感了，只觉得他很沧桑和疲惫。所以有很多人表示张凌赫是氛围感的美男子，要依托于剧情人设以及妆造。一旦脱离了这些，他不但会泯然于众人，甚至连普通人都比不上。王一博作为当前的顶流明星，身上也是自带很多争议。之前的他干净清爽，阳光帅气，迷倒万千少女，唱跳的加成使得他的魅力更上一层楼。但时光流水，王一博从偶像派逐渐走向实力派的时候，他的颜值似乎也在流走。从当初的清俊少年到现在的面瘫酷哥，不知道王一博经历了什么。由于王一博几乎是一出道就自带流量，一直以来都是顶流，备受关注，所以他的颜值变化也是被网友们记忆得很深刻。首先是随着年纪的增长，王一博的脸型开始发生了变化，不像以前那么清瘦和轮廓清晰了，反而有些浮肿了。当年的王一博可是五官精致，眼型狭长，轻薄而冷峻，妥妥的霸道总裁脸，男神一枚。但近期的王一博状态十分的差劲，之前胶原蛋白满满的脸，现在突然垮了下来。当然，脸上的浮肿和身体最近的状态有关，通过一些调整可以很快的消下去。但王一博脸上厚重的法令纹确实让他原本的少年感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油腻大叔的既视感让众多粉丝不能接受。而臃肿的脸庞好像发酵的馒头一样，不仅让粉丝出戏，还纷纷心疼了起来。不过，喜欢他的人依旧很喜欢，
不管是颜值真的变了，还是暂时的身体状态不好，或者是穿衣风格的变化，依然有粉丝坚定的和王一博站在一起。其实作为一个人，会不可避免的有缺陷，颜值上出现问题也不算什么大问题。对于一个演员来说，演技才是根本。只要不是那种纯偶像明星，那么颜值就是锦上添花的作用。特别在影视圈，颜值不高成就影帝的人大有人在。所以，以上的内容都是对颜值的一些调侃和吐槽，没有别的意思，人无完人。何况上述的很多人只是颜值上有些小瑕疵，并不是真的丑。不过，通过上面的分析，现古装剧真的是演员们颜值的照妖镜，很多在现代剧表现出色、形象大好的演员，在古装剧里面就现了原形了，往往会有塌房的危险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古装剧对服装和妆容有特殊的要求，发型也有规矩，无法对脸进行遮挡和搭配。完整的将脸暴露在观众面前，对于一些演员的确是个挑战。所以古装剧成为了很多演员的噩梦。古装剧对气质和形象的要求太高了，一些达不到要求的演员强行出演的话，往往会适得其反，让自己缺陷暴露在大众眼中。因此，演员选戏的时候还是得多考虑一下。颜值有高有低是很正常的事，但对演员来说，立足的根本还是演技，用心塑造角色才能长久得到观众的认可。当演技足够强大的时候，人们也会忽略掉颜值的缺点。如果将颜值作为根本，那就不要怪观众挑颜值的刺。